这两天在社群平台 X 上，一对中国的网红情侣在日本富士山脚下的超级热门打卡景点罗森河口湖站前店门口跳了一支舞，发布了极短的12秒的影片。没想到影片被日本网民转发之后，点阅率瞬间突破600万次。迎接他们的不是赞美，而是日本网民铺天盖地的批评，大骂这是愚蠢的迷惑行为，并在日语和华语社交平台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理性把这场跨国延上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一下，还有背后隐藏的日本社会大环境，一次帮你拆解清楚。先来看一下出事的影片。事件的主角是一对在中国抖音上拥有不少粉丝的舞蹈网红情侣档，名字叫藤短短。他们在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当然也没有错过近年来全球最红的网美景点罗森河口湖站前店。这个景点为什么红？因为如果从对面的行人路往便利商店拍过去，那个招牌刚好会跟后面的富士山山顶重叠，看起来就像富士山直接降落在超商屋顶上，非常有现代感和日本风情。这对情侣来到这里，配合当时热门的动漫主题曲跃动青春，在便利商店门口跳了一段充满活力的双人舞，并把影片上传到抖音，开心地写下终于有一天来到这里跳了跃动青春。原本这只是网红常有的打卡日常，但在2026年5月23号，一个拥有不少追踪者的日本 X 平台账号叫做 Masa， 把这段影片下载并重新剪辑转发。他在贴文里用非常激烈的言辞写着：迷惑系中国人在便利商店门前表演恶心舞蹈，进不了便利商店，太碍事了，引来一堆批评。有了国籍的标签，加上阻碍交通的指控，这篇推文在短短2天内浏览量就飙破了600万次，数千条批评排山倒海而来。眼看事情闹大，这对网红情侣很快也在网络上做出回应。他们贴出了影片拍摄时的档案详细资讯，证明拍摄时间其实是早上的清晨5点。他们强调，当时大街上和便利商店里几乎空无一人，他们并没有阻碍到任何客人购物或进出，甚至拍完之后还热心地帮现场其他几对情侣游客拍照，认为自己遭遇了无端的网络暴力，是一场无妄之灾。好，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2种想法，一种是觉得清晨5点现场又没有人，跳个舞怎么样了嘛？另一种是觉得不管几点，在人家的店门口拍片就是不妥。那么要理解为什么日本网民会那么愤怒，我们必须先来了解日本社会2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一个是私人领地意识，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迷惑行为。日文里所说的迷惑 meiwaku 跟中文里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说的迷惑是指感到困惑，但在日本，迷惑的意思是给别人添麻烦或破坏公共秩序。日本从小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就是不要给社会添麻烦。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便利商店门口的这块空地，不管是行人路还是停车场，本质上都是属于超商的私人财产，不是可以随意表演的公共广场。日本网民的逻辑是，不管你是凌晨1点、3点还是清晨5点，在没有获得店家的许可下，把人家的店门口当成自己的舞台来拍片赚流量，这在概念上就已经越界了，属于一种不尊重空间主权的迷惑行为。除了公共秩序的标准以外，我们也必须抽丝摸茧的来看日本现在整体的社会氛围。近年来，随着国际旅游全面复苏，日本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观光公害，英文叫做 overtourism， 也就是过度旅游。大批的外国游客涌入，虽然带来了观光财，但也严重打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以这家河口湖的罗森为例，每天都有几百名游客为求得到最好的拍摄角度，随意穿越没有红绿灯的双线道马路，随地乱丢垃圾，甚至随意闯入旁边牙医诊所的私人停车场。当地居民和政府早就已经不堪其扰，
甚至在2024年，地方政府还被迫架设了一面高2.5公尺、宽20公尺的巨大黑布来遮住富士山，就是为了赶走游客。在这种当地居民怨气已经积压到最高点的背景下，加上日本近年因为日元贬值、物价上涨，部分民众将生活压力归咎于外国游客引发的通货膨胀，社会上的排外风气自然悄悄抬头。而这其中，由于中日之间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敏感神经，中国游客往往更容易成为网络右翼分子放大检视、宣泄情绪的头号目标。接下来，我整理了一下在 X 平台上对这对情侣主要的负面言论。许多右翼账户和紧接着批评的网民直接将这个行为跟国籍做连结。有人留言说，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作风，总是走到哪里就给当地带来混乱和麻烦。也有人从空间实用的角度切入，认为这里是私人领地，不是你们的摄影棚，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便利商店进出口就是不应该被用来做私人娱乐表演，这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更有关西地区的网民开玩笑表示，如果换作是我们关西人，一大早要进去买咖啡，看到有人堵在门口跳这种舞，真的会直接从他们两个人中间直接穿过去，管他们有没有在拍片。这些负面评论的核心基本上都围绕在外国游客缺乏对日本在地规则的尊重，而且在网络演算法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将一场个案上升到了对整个游客群体的刻板印象与种族攻击。不过，网络上的声音也不是单一的。随着这对情侣贴出清晨5点现场完全没人的时间证明，舆论也开始出现了反弹与支持的声音。许多理性网民，包括部分的日本网友也站出来声援，认为不需要无限上纲。支持的言论指出，影片里看起来明明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超商内也没有客人，根本没有实质影响到任何人进店购物，舞跳得很好，很有活力。不知道有些人在阴阳怪气什么。也有华语圈的网民质疑，这根本是赤裸裸的文化双重标准。有网友就举出了一个很有力的例子，近年来在全球包括香港和台湾都非常火红的日本女子舞蹈团体，对，就是那个标志性的西瓜皮发型和充满魔性的整齐舞蹈，经常在世界各地的知名街头，甚至日本在地的公共场所进行快闪拍片。当这些日本本土或西方的舞者在涉谷十字路口或热门景点跳舞时，网络上的评论往往是一片赞赏，称赞他们好有创意、好可爱，展现城市活力。因此，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这次延上事件的本质根本不是跳舞这件事，对不对？而是谁在跳。如果今天换成是欧美的白人网红，或者是日本在地的知名艺人在清晨的罗森拍片，右翼分子大概只会觉得有趣，而不会用迷惑系这种具有污名化的词汇来进行全面网暴。这让不少人反思，日本网络舆论在面对不同国籍的外国游客时，是不是心中早已设定好了不同的道德尺规呢？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就能直接得出日本人就只是针对中国游客这个结论呢？先别急，我们再把时间稍微往前推，看看另外一个发生在同一个地点的真实案例。在半年前的2025年11月，有一位在泰国拥有极高流量的知名男网红，叫做 Jack Pavel， 他也同样来到了这个河口湖的罗森便利商店打卡，但他当时做出的行为客观上比这次的中国情侣要夸张得多。Jack Pavel 当时是在白天的热门尖峰时段，直接爬上了一辆停在超商停车场的汽车车顶上，然后整个人脱掉上衣，裸着上半身，在车顶上大跳热舞拍片。这支影片当时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海啸，日本多家主流媒体都用醒目的标题报道，直指这是对公共秩序的严重谴答。这说明了什么呢？日本人对于便利商店前不可以胡闹的公共底线确实是一致的，不论你是哪国人，只要破坏了不给人添麻烦的规矩，都会引起反感。只是在面对不同的地缘政治关系时，网络网民的放大镜倍率确实会因为国籍的不同而有所调整。今天我们看完了这起
富士山脚超商跳舞延上事件的完整始末。从法律和空间规则来看，超商门口的确是私人土地，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商业或自媒体拍片，确实踩在了灰色地带。但从人情世故来看，清晨5点在完全没有阻碍任何人的情况下，追求自我表达，却换来600万人的集体跨国网暴，这中间的惩罚与代价是否相称，也确实留给了大家很大的讨论空间。看完这个案例，你觉得这对情侣在清晨5点跳舞到底该不该被骂呢？这背后到底是游客真的太过任性，还是日本网络社会的排外双标作祟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写下你的真实看法。喜欢今天的分享，请记得帮我按赞，并分享给你身边喜欢去日本旅游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击订阅和田先生，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我是 Alex，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